我曾经发誓一定要逃离那个普通窝囊的父亲，可出社会后我才明白，那被我嫌弃的弯曲脊梁是怎么撑起了一片天。林峰，这份报告你是怎么做的？数据全错，客户明天一早就要，你现在给我看这种破东西，你是不是不想干了？王主管，数据我昨天下午已经跟财务部确认过3遍了，这是他们那边给出的最新数据。我不要听你解释财务部怎么说，我只看结果。你拿着这份东西去见客户，客户会管你财务部是怎么给的吗？客户只会觉得我们不专业，觉得你是个连基本逻辑都理不清的废物。明明是你昨天临时修改了框架，才导致数据对不上。真想把这报告甩在你这张油腻的脸上，大声反驳你！怎么，你还不服气？好，我马上重做，今晚加班赶出来，明天早上8点前发到您邮箱。这不是你加不加班的问题，这是态度问题。现在的年轻人眼高手低，做不好，明天就别来见客户了。哼！在这个离家1000多公里的南方1线城市，我打拼了整整3年。我曾发誓要逃离老家，绝对不要活成我父亲林建国那个样子。老林，你长没长眼睛？这可是大理石纹的，全进口货，你赔得起吗？把你卖了都不够这几块砖钱。老板，对不住，对不住，从我这趟的工钱里扣吧，您千万别生气。我不明白林建国为什么不反驳，为什么哪怕被骂得一文不值，还要点头哈腰的给人家递烟。跨越了1000多公里，我以为自己能出人头地，结果却在另一个城市的格子间里，完美的复刻了父亲当年的窝囊。我们这种人，真的跑得掉吗？喂，妈，怎么这时候打电话来了？我正准备下班去吃大餐呢。小峰啊，你得能不能请几天假回来一趟？你爸他从送货的货车上摔下来了，腿断了，现在在医院里。妈，小峰啊，你可算回来了。你这孩子大老远跑回来干什么？工作不忙吗？请假扣不扣钱啊？爸，都这个时候了，你还管我扣不扣钱？医生到底怎么说？严不严重啊？没事儿，就是骨头裂了点缝，养个把月就好了。什么没事？医生说粉碎性骨折要打钢钉的，最少要在床上躺3个月。怎么会摔下来的？平时不都好好的吗？还不是为了多赶一趟活。建材市场的李老板催得急，说那批大理石天黑前必须送到御景湾小区。你爸为了省时间，自己爬上车厢去卸货，结果脚下一滑，将车头给栽下来了。怪我自己不小心，老了腿脚不中用了，净给你们添麻烦。爸，你好好养伤，医药费的事你别操心，我卡里还有些积蓄。那不行，你的钱是留着将来在大城市买房娶媳妇的，1分都不能动。我这有医保，能报销一部分。再说，我还接了李老板半个月的包干活呢，定金都收了，人家正等着呢，咱不能坏了规矩。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着你的活？李老板那边我已经打电话赔过不是了，定金退给人家就行了。退什么退？那可是6000块钱，我跟李老板合作了5年，从来没耽误过事儿。这要退了以后，人家还会找我把记忆全砸了。爸，你的活儿我去替你干。你干不了，那都是粗活重活，你一个坐办公室的大学生怎么受得了那个苦？我怎么受不了？我也是你教出来的儿子，既然收了人家的定金，就得把事儿办完，这不是你从小教我的吗？儿子，那活儿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慢点，这批庄贵着呢，磕了脚你赔啊！李老板，您好。我是林建国的儿子，我爸腿摔了，他接的那些送货的活，接下来的半个月我替他干。老林的儿子，听说你在大城市坐办公室啊？这活你干得了？我这可都是实打实的体力活，不是敲敲键盘就能完事的。李老板您放心，我爸既然接了您的活，我们家就不会撂挑子。货要是送迟了或者磕了碰了，您照价扣钱。哼，行啊，小伙子，说话挺硬气。今天第一单，御景湾小区3栋2单元5楼，没有电梯，全是步梯，30箱大地砖，20箱墙砖。还有10袋水泥，上午11点前必须搬完。业主等着泥瓦工进场呢，别怪我没提醒你，搬不完，今天的工钱1分没有。一箱地砖大概7、80斤，水泥一袋100斤，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好，11点前，我保证搬完。真沉啊！哟，还行，有点力气，赶紧去吧，别耽误了时辰。不能停，停下就真的抱不起来了。这小伙子看着斯斯文文的，怎么干这种粗活呀？原来爸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的在这些昏暗的楼道里扛起了一家人的生计，扛起了我的学费。最后一袋了。哎呦，怎么弄得这么脏啊？哎，你这人怎么回事？材料怎么都堆在门口啊？这让我怎么进出？赶紧给我搬进去，码到阳台那边去。大姐，建材店的老板只交代我送到5楼门口，搬进屋里码放，这是另外的活了。什么另外的活？以前那个老林送货都是直接搬进去码好的，怎么换了你就不行了？年纪轻轻的想偷懒是吧？大姐，送货上楼是我的本分，但我没有义务免费给您当搬运工。如果您需要搬进阳台，我可以帮您，但这是另外的价钱。另外的价钱？你想钱想疯了吧？我买这些砖花了好几万，让你顺手搬一下怎么了？你信不信我给李老板打电话投诉你，让你1分钱工钱都拿不到？投诉？扣钱？原来我爸为了那100-200块钱的辛苦费，当年咽下了多少委屈。大姐，你想干什么？瞪着我干嘛？大姐，一共50箱砖，10袋水泥，总重5000斤。我一个人搬到5楼，走了150趟台阶，我的工钱只包含送到门口。您说以前那个老林都是免费搬进去的，那是他老实，他怕丢了饭碗。但我不是老林，我不会惯着您这种臭毛病。你反了你了！你给我等着，我现在就给李老板打电话。喂，李老板吗？你派来的是什么人啊？态度恶劣！你要是不开除他，以后我绝对不在你家买东西。接着，李老板让你听着，我看你等会儿还怎么狂。林峰，你搞什么名堂？那是我的大客户，赶紧给人赔礼道歉，把东西搬进去，否则今天的工钱1分也别想拿。这种充满压迫感的声音，真让我怀念。这点小事都办不好，猪脑子吗？给我加班重做。好的，王主管，我这就改。李老板，送货任务我已经完成了，至于客户无理的额外要求，我不伺候。你小子是不是疯了？我没疯。如果你要扣工钱，我会去劳动监察大会投诉。再见。大姐，
东西到了，想进屋自己搬。终于没有像以前那样窝囊的低下头。可痛快过后，现实呢？行啊，林峰，有种！你比你老子有骨气多了。既然你这么牛，那剩下的活你也别干了，工钱1分没有，回去告诉你爸，以后别找活了。我的冲动砸了爸的饭碗。李老板，刚才是我不对，我年轻气盛。李老板，我送货的任务完成了，您扣我今天的钱可以，但我爸的活请让他继续干，他需要这份工作。哟，刚才不是挺硬气吗？怎么现在认怂了？小伙子，在大城市读了几年书，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人物了？哼，在这社会上混，光有骨气没用，得懂得低头。您教训的是。行了，看在你爸的份上，工钱给你扣1半，下午还有2车货，干不了趁早滚蛋。爸，我终于明白了，你的窝囊是因为你背后有我们要吃。当肩膀上扛着生活的重担，尊严和骨气真的成了一种奢侈品。下午的活儿比上午还要重。为了这150块钱，我出卖了体力，出卖了尊严。爸，你这大半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吗？为了这点钱，你受了多少罪啊？小峰啊，你别干了，这活真不是你干的啊！妈，我没事儿，就是有点累，睡一觉就好了。行吧，你这脾气真跟你爸一模一样。这是你爸的账本，他平时宝贝的跟什么似的，谁也不让看，你看看吧。2018年3月5日，送沙子10趟，工钱120，买菜20，存林峰学费100。2019年6月12日，搬瓷砖上6楼，工钱80，被老板扣款20，存林峰生活费60。你爸总说他没本事，给不了你像样的生活，只能多干点活，多攒点钱，不能让你在城里被人看不起。他知道你看不起他，嫌他窝囊，但他不在乎。他说只要你能有出息，他当一辈子窝囊废也值了。我错了，我错得太离谱。我一直以为自己是飞出鸡窝的金凤凰，却不知道是因为有林父这双满是老茧的手在下面死死地拖着我。爸，你根本不是窝囊，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坚强、最伟大的男人。第二天，林峰没有再去建材市场。傍晚，我推着改装过的手推车来到了城西的夜市街，这是父亲的第2份生计，卖夜市炒饭。哟，这不是老林的摊子吗？今天怎么换了个生面孔？大叔好，我是林建国的儿子，我爸腿受伤了，这几天我替他出摊。老林的儿子啊，听说你在大城市当白领呢，怎么回来干这油烟活了？白领也好，卖炒饭也好，都是凭本事吃饭嘛。老板，快点啊！2份炒饭，1份不要葱。老板，来份蛋炒饭，多加葱花啊！我那份炒细面不要辣椒，快点！好嘞，马上就来。小伙子，动作快点啊！我都等了10分钟了。马上好，马上好，您的火腿蛋炒饭，您久等了。这什么玩意儿啊？
饭都炒糊了，你会不会炒啊？不会炒，趁早关门，退钱。说话呀，哑巴了。如果换做以前，我肯定会跟他理论，但这只是火候稍微大了一点，根本不影响口感。但现在我没有。对不起兄弟，我刚接手我爸的摊子，手艺还不熟练，这份饭算我请你的，钱我退给你。你要是没吃饱，我再免费给你炒一份新的。算了算了，退钱就行了，谁要吃你这糊饭？真倒霉，半个手艺都没有还出来摆摊。有点苦，有点涩，但咽下去之后却有一种踏实的感觉。小伙子脾气不错啊，干咱们这行的，遇上挑刺的客人是常有的事儿。嘿嘿，你爸以前也是这样，宁愿自己吃亏，也和和气气的，和气生财嘛。大叔，我以前觉得我爸这样是窝囊，现在我懂了，这不叫窝囊，这叫包容，叫为了生活能屈能伸。你小子比你爸强，你爸就是个闷葫芦，心里明白，嘴上不说。你能说出这话，说明你真长大了。你爸要是听到，肯定得偷着乐。风，你那份报告我让别人重做了。公司不养闲人。格子间里的尔虞我诈，算得了什么？小峰，昨晚夜市生意怎么样？没累着吧？挺好的吧，卖了40多份呢。胖大叔还夸我脾气好，像您。趁热，您多喝点补补身体。你真没跟客人吵架？那黄毛没难为您？没吵，爸，我都懂了。以前是我不懂事儿，觉得您干的活丢人，觉得您脾气软。现在我才知道，能为了家弯弯下腰去的人，才是最硬气的汉子。小峰，是爹没本事，让你跟着受这份委屈了。爸，您别这么说，您堂堂正正做人，养大我，供我读书，您是我林峰这辈子最大的骄傲。这一刻，我仿佛变成了他。怎么这么慢？到底会不会炒啊？不好意思，帅哥，火大才香，马上就好。我不再觉得这是一种屈辱，这是一种力量，一种脚踏实地，为了所爱之人撑起一片天的力量。明天就要回大城市了吧？明天上午的高铁。回去好好干，大城市水深，但你连咱们这小县城的苦都能吃得下，到了外面肯定差不了。深城像一台永不停息的机器，换做半个月前，这汽车尾气的味道会让我窒息。但今天，我觉得这空气里透着一股熟悉的、需要去搏杀的气息。躲避、同情、看笑话，这公司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哟，这不是我们的大忙人林峰吗？我还以为你直接在老家接班种地，不打算回来了呢。王主管，我的请假手续是经过人事部批准的，假条也抄发给您了。家里确实有急事需要处理。谁家没点急事儿？公司是做慈善的吗？你拍拍屁股走人半个月，部门里的活谁干？为了等你恒源产这个项目的进度，公司硬生生拖了1个礼拜。你倒好，在老家待得挺舒服啊。王主管，恒源地产的项目，我在请假前已经把基础据和初步方案发到您邮箱了，后续只需要根据客户反馈微调，并不影响进度。你还有脸？全是漏洞，数据对不上，逻辑一塌糊涂。我告诉你，我让李明熬了3个通宵才给你擦干净屁股。今天下午3点，恒远地产的刘总亲自带队，项目要是黄了，你明天直接去财务部结账走人。如果放在半个月前听到结账走人，我一定会吓得冷汗直冒，低头认错。但现在比起我扛过的150斤水泥，他这些唾沫星子轻得像一根羽毛。王主管，恒远地产的原始数据是从财务部和工程师多方核对过的，我发给您的版本绝对没有任何问题。至于李明怎么修改的，我不知道，但我可以保证，如果今天下午的汇报需要我上，我一定会给客户一个满意的答复。你牛！行，下午的汇报你主讲。李明做的最终版 PPT 已经发到群里了，你最好祈祷刘总能满意，否则谁也保不住你。
不对，这数据怎么全变了？这根本不是微调，利润率轻轻抬高了3个百分点，成本预算被大幅度压缩，甚至掺掉了合规费用。这是一份毒药方案，一旦项目落地爆雷，作为主讲人的我就是最完美的替罪羊。好一招借刀杀人，爸，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老头，你这饭里有苍蝇，想毒死谁啊？小兄弟，话不能乱说，一码归一码，该我扛的，我倾家荡产也扛，但想往我头上扣屎婆子，没门儿！想让我背锅，绝不可能。我这里有最真实、最详细的原始方案。刘总，实在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咱们这边的方案已经全部优化完毕。今天由我们项目组的骨干林峰为您做详细汇报。小林虽然年轻，但做事还是很踏实的。等讲到成本核算那部分，看我怎么引导刘总发现问题。到时候这黑锅全是你林峰的。各位领导、刘总，下午好。在汇报开始前，我想先向刘总确认一个细节。你说。据我了解，恒远地产这次开发的绿岛滨江项目，主打的是高端生态和绿色居住理念，对环保材料的准入标准是按照国家最新的 G3 等级来执行的，对吗？自然没错，这是我们楼盘的核心卖点，一点折扣都不能打。你问这些干什么？直接讲重点，刘总的时间很宝贵。既然刘总确认了环保标准，那么请看大屏幕。这是我为绿岛滨江项目量身定制的供应链成本核算，在保证所有材料达到 G3 级别，且预留了 5% 的物价变动风险金的前提下，我们的总报价是3200万。3200万？你们上个星期发给我的预报价可是只有2800万，差了整整400万，你们是在开玩笑吗？王磊，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报价已经压下来了吗？林峰，谁让你用这版废弃方案的？李明做的那版最终方案呢？你是不是故意想搞砸公司的业务？王主管，您说的最终方案是这份吗？你敢质疑我？刘总，这是王主管在我不在的这半个月里让人优化过的方案。总报价确实压到了2800万，但代价是室内防水铝树、隔音苗、环影地面漆全部从 G3 级降到了 G2 级，甚至用了贴牌劣质货。他还砍掉了80%的环保检预算。刘总，如果按照这份方案施工，前期确实能省下400万，但交房时甲醛超标、防水渗漏的风险将成倍增加。一旦业主维权，恒远地产砸掉了招牌，恐怕4000万都补不回来。你放屁！刘总，您别听他胡说八道。他因为请假被我扣了奖金，这是在挟私报复。这数据是他自己捏造的。王磊，你为了那点回扣，连公司的底线都不要了。今天我就让你彻底现形。是不是捏造的？查一下建材市场的现货底价就知道。王主管，一码归一码，我请假扣钱我认，但你想拿公司的信誉和客户的楼盘来填你自己的窟窿，门都没有。张总，这就是你们公司的诚意，拿次品来糊弄我们恒远。刘总，您息怒，这纯属意外，您听我解释，这件事我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王磊，你现在立刻给我滚出会议室，回你工位待着，接受内部审查。刘总，3200万的报价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但我可以在这里向您保证，每一分钱都会花在刀刃上。我们不仅提供材料，还会派遣驻场质检员，对每一批次进场的材料进行当面抽检，出具第三方报告。刘总，做生意就像盖房子，地基打不牢，房子盖得越高，塌的就越惨。我们不想做一锤子买卖，我们想做恒远长期的地基。小伙子，你很不错，有胆识，也懂行。张总，看来你们公司还是有明白人的。这个项目就按林峰的这版方案推进，后续的所有对接我只认林峰。没问题，没问题，刘总您放心，全听您的，一定让林峰全力跟进。听说了吗？这货吃供应商回扣被查出来了，公司没直接报警抓他就算好的了，真是丢人现眼。哼。林主管，恭喜恭喜！这是刚给您泡的咖啡，以后在部门里还得靠您多提拔呀。放那儿吧，去忙你的。我赢了，王磊，我拿下了恒远的项目，工资涨了 50%， 也有了这间办公室。可是，然后呢？继续在这个玻璃盒子里
为了虚无缥缈的 KPI 和下一个王磊勾心斗角吗？那才是活生生的人，那才是脚踏实地的生活。老家建材资源那么丰富，却没有规范的渠道。申城这边需求大如填海，却被中间商层层加价。如果我能跳过那些道德，直接打通这条供应链。林峰，你疯了吗？你现在是部门副主干，前途无量，你这时候辞职去干什么？张总，我想做点能看得见、摸得着、流汗就能有收获的实事。行吧，年轻人有冲劲儿是好事儿。出去要是碰了壁，随时欢迎你回来。谢谢张总。我终于不再逃离那个充满土味和汗水的世界了。我要一头扎进去，用自己的双手去趟出一条属于我的路。创业的艰辛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没有豪华的办事，我既是老板，也是销售，还是搬运工。包工头大哥，包工头大哥，您看看我们这批管菜，厂家直供，价格绝对比市场上低10%，质量我给您保证，绝对没问题。小兄弟，你这新公司没名没气的，我哪敢用你的货？万一出了问题，我找谁去？我这儿的材料都是固定供应商，你走吧，别耽误功夫。大哥，您再给个机会，您先留个样品，做个抗压测试也行啊。走走走，别在这碍手碍脚，影响哥几个干活。打扰了，大哥，实在不好意思，这是我的名片，您有需要随时联系我。你这干的什么破活？这种质量也敢收钱？不想干，趁早卷铺盖滚蛋！李老板，您消消气儿，我马上改，马上带着人重新弄，保证让您满意。您抽根烟消消火，都是我的错。这点委屈算什么？小林啊，你的价格确实在业内很有优势，但咱们这行讲究的可不仅仅是冷冰冰的数字，讲究的是交情。想拿单子，总得让我看到你的诚意吧。老林，这3瓶茅台，你要是能一个人干下去，这单子我就签给你。好，王经理，我干。王经理，酒我喝完了，单子。小伙子，够狠，这单子是你的了。我得到了，我终于拿到了，我这成功了，爸，我拿到了。1年下来，封建商贸站稳了脚跟，公司从1个人变成了10几个人，林峰也从毛头小子变成了西装革履的林总。林总，兄弟们加把劲儿，大家一起卸，早点干完休息。我依然喜欢这种手掌摩擦纸箱的感觉，这是最让我踏实的感觉。平静3年了，我终于在申城扎下了根。这套带海景的房子是我给爸妈准备的礼物，该接他们来享享清活了。爸妈，对不起，我回来晚了。小峰，你怎么回来也不提
先说一声，快让妈看看，瘦了，你在外面受苦了。吃饭没？还没吃呢吧？妈这就给你煮面去，加2个蛋。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工作不忙吗？爸妈，我这次回来是接你们去申城的。你们看，这是我在申城买的房子，4个房间呢，特别大，还有个带海景的大阳台。你们去了就住这间朝南的主卧，阳光特别好。哎呀，这么大的房子得花多少钱啊？我儿子真有出息了。小峰，你的心意爸领了，但这城里，我和你妈就不去了。为什么？爸，我现在有能力养你们了，你们不用再起早贪黑的干活了，去城里享享清福不好吗？城里的日子那是你们年轻人的，我和你妈一辈子待在乡下，去了城里两眼一抹黑，不会用那些高级电器，也不认识路。再说，我们在那儿除了给你添麻烦，还能干啥？你现在是大老板了，你的那些朋友、客户来家里，看到我们这副土里土气的样子，不给你丢人吗？原来我以前嫌弃他土气，嫌弃他没出息的态度，他一直都记在心里，成了他解不开的结。爸，您胡说什么呢？您是我爸，谁敢笑话您？我看谁敢！不行不行，我这人闲不住，去了城里天天憋在楼房里，非憋出病来不可。我在老家挺好，每天去夜市炒炒饭，活动活动筋骨。我知道爸的脾气，强扭的瓜不甜，得换个法子。唉，怎么了？是不是公司出什么事儿了？爸妈，其实我这次急着回来接你们去享福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公司遇到大麻烦了，我想请我爸出山帮我。大麻烦？啥麻烦？你快说啊！我公司做大了，仓库里堆着几千万的建材，可招的那些年轻人根本不懂行，次品当正品收，货发错了都不知道，客户天天投诉，公司再这么亏下去就要彻底完了。我思来想去，这仓库主管的位置必须得是个懂行又绝对信得过的人来做。爸，您在建材市场干了大半辈子，什么瓷砖、管散、涂料，您闭着眼睛都能摸出好坏来。除了您，我真不知道该把这几千万的家当交给谁了。您要是不去帮我，我这公司迟早得被人坑垮了。这能行吗？我一个老头子懂啥管理呀？管理有电脑系统，我派个小助理帮您录入，您就负责盯着那帮小兔崽子干活。爸，您就当是去城里给我打工，我给您开工资行不行？行，那我就去试试。咱丑话说在前头，要是干不好，你可别怪我。您出马，我哪敢怪您啊？爸，以后这是咱们跟自己的根据地。从今天起，您就是这里的总指挥了。各位，介绍一下，这是公司新任命的仓库主管林主管，以后仓库的所有进出库检验都由他说了算。林主管好，以后多指教。老板弄来的乡下亲戚，估计连字儿都不认识几个，来混工资的糟老头儿。既然林总交代了，那咱们就开始吧。等等。这批货不能入库。林主管，您开什么玩笑呢？这可是正规厂家发来的 A 级货，包装完好，单据齐全，怎么就不能入库了？这批货的平整度有问题，虽然表面看不出来，但你用手摸它的对角线有轻微的起翘，而且声音发闷，说明烧制的时候火候不够，密度不达标，这是残次品，贴到墙上不到半年就会空鼓开裂。林主管，您别在这儿危言耸听，您光凭摸一下听个响就能断定这是残次品，您当您是仪器啊？这要是耽误了明天给工地的发货，您负得起责任吗？责任我负。去拿一把水平尺，再拿一瓶墨水过来。
大家看，墨水没有停留在原地，而是顺着其中一块瓷砖的边缘，缓慢地向四周印开。A 级抛油砖的吸水率极低，墨水滴上去是呈珠状的，这种会印水的绝对是劣质坯底。咱们公司做的是信誉，这种坑人的玩意儿一块都不能进我的仓库。如果这批货发出去，我第一个就要被开除。林总，这批货不用说了，大家都给我听好了，从今天起，仓库里的规矩林主管定，谁要是敢敷衍了事，立刻滚蛋。小张啊，干咱们这行的，眼睛得毒，心眼得实。材料这东西是用来盖房子住人的，马虎不得。是林主管，我记住了。儿子，你放心，有爸在仓库盯着，一只苍蝇也别想带着残次品的标签飞出去。我终于用一种最体面的方式，还给了父亲曾经失去的尊严。转眼间，我爸在封建商贸的仓库里已经干了整整5年。5年里，公司年营业额突破了3个亿，离不开我爸这个被业内戏称为铁面盘关的质检主管。师傅，这批货看着还行，供应商那边也催得紧，要不直接签了吧？不行，这几块有暗裂纹，肉眼看不出，铺上去一年年损断，全部退回。林老爷子，您就通人通融，这批货我压了不少钱，下次只要发到封建的货，次之1块也不能留，这是规矩。第5年的秋天，我结婚了，妻子是申城本地的大学老师，她不仅没嫌弃我的出身，反而对林建国非常孝顺。宴会厅布置得极其豪华，高朋满座。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新郎的父亲林建国先生上台致辞。我是林峰的父亲林建国，我这半辈子没读过什么书，也没什么大本事。以前在老家，我是个搬运工，是个卖炒饭的。很多人说我窝囊，说我没出息，但我从来不觉得丢人，因为我知道我每一次弯腰都是为了让我的儿子将来能够挺直腰杆做人。我每一次咽下的委屈，都是为了给我的儿子攒下展翅高飞的底气。今天看着峰儿成家立业，看着他把公司做得这么好，我这辈子值了。我只希望你们小两口以后过日子，能像这盖房子一样，地基打得牢，不怕风雨狂。一家人把心拧成一股绳，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爸，谢谢您，您是我这辈子最伟大的父亲。婚后第2年，我们迎来了大胖小子，爸高兴地退居2线，全心全意带孙子。爷爷，那个是什么呀？那呀，是正在盖的高楼。盖那么高的楼，需要很多很多的钢筋、水泥和瓷砖。爷爷，你以前就是搬那些东西的吗？是啊，爷爷以前啊是个搬砖的，你爸爸呢是卖砖的。咱们林家呀，就是靠着这些砖头，一块一块的在这个大城市里盖起了咱们自己的家。走喽，爷爷带你去买好吃的。在这个充满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我曾经拼命想要逃离的那个窝囊的父亲，最终成为了我生命中最坚实的依靠。这世上从来没有什么从天而降的超级英雄，有的只是像林建国一样，为了家人甘愿在泥泞中摸爬滚打，用弯曲的脊梁撑起一片天的普通人。他们的爱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要深沉，都要伟大。